美日打造西南诸岛的基地群，核心指向是台湾还是钓鱼岛？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根据共同社东京的12月23日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当天证实，日本的自卫队与美军已经制定了一个设想所谓台湾出现突发事态的日美联合作战计划草案。根据该计划呢，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可能在日本西南部的西南诸岛建立临时的攻击基地群，号称是要应对所谓的台湾出现突发事态。那么到了明年1月初，日本还有美国的外长还有防长又要举行那个2+2会谈嘛，到那个时候有可能会批准开始这个计划的具体落实，就是为了将来获得批准之后，这个计划能够顺利落实。双方呢在西南诸岛岛屿上找了40个左右地点作为基地的备选地点。找这么多地点用于备选，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打造的不是一个基地，而是一个基地群。在日本西南诸岛修建基地供美军使用，一直以来呢，对日本来讲目标是钓鱼岛，因为呢钓鱼岛的位置距离中日双方其实都不远，我们的航空兵还有岸舰导弹呢都能够实现对钓鱼岛周边海域的全覆盖，这个日本没脾气。但是翻过来说，日本在西南诸岛设置的各种反舰导弹阵地甚至是某些防空阵地也能够对钓鱼岛附近形成覆盖。所以日本觉得，如果钓鱼岛发生冲突的话，自己当然不可能打趴下大陆的那些火力，但是呢，中国也一定会想办法试图打掉日本这些岛屿上的火力点。所以呢，自己这些火力点一旦是保不住的话，就没法跟中国进行抗衡。这么多年以来，日本、美国搞了这么多离岛作战的这个什么登陆也好，抗登陆演习，核心重点就在围绕钓鱼岛进行离岛争夺战。而这次日本说新的基地群是为了应对台海问题，说明日本的眼光已经不仅局限于这个钓鱼岛，而是在干预台湾问题上决心也不小。可以想象的是，台湾问题如果被我们解决了，第一岛链马上就被打破，那么日本在美国面前的战略地位就会严重下降。围墙都倒了，还要门锁有什么用？而美国态度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要通过各种遏制手段让台湾呢维持不统不图局面。所以这种基地群恰好能给美国很有分量的筹码。我们以前也说过，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有美国陆军联手搞了高超音速导弹，未来呢要融入美军的马赛克战。而且现在呢，美国人在这些离岛上还计划部署像海马斯火箭炮这样的远程火力。未来如果在日本西南诸岛上形成一个导弹阵地群，对我们能够形成很大威胁。对于这些可以依靠建筑、洞库隐蔽的目标，我们当然是有办法打击。但是打击任何一个岛都需要足够的兵力保持这些岛进行监控，才能保证这些导弹一露头就可以敲掉。而且大陆附近还有几个台湾控制的岛屿，也需要我们投入大量兵力进行清理。考虑到岛屿之间的相互情报支持还有火力支持，所以真要打的话呢，除了是台湾那几个岛我们必须要清理干净，我们同时还必须对西南诸岛这些岛屿呢进行压制，而且不能是一个一个清理，没有那个条件，没有那个时间。所以日美这些基地群呢，即使不参战，也是悬在我们身边的一把利刃，我们不可能假装他们不存在，这就必然造成对我们兵力火力的牵制。按照这个计算的话，美日这个基地群计划可是不简单。如果说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日本真那么大胆，那么我们的对策就不能只把眼光放在这些岛屿上，这种仗不打则已。如果日本想打，我们就必须下决心在日本本土上点一把火，把日本几十年军事积累的海空力量清理干净，而不是仅仅对付几个岛上的火力点。用这种强度的威慑，才能够让日本好好掂量一下擅自参与的后果。甚至我们可以说清楚，我们可以先解决日本，再解决台湾，这样可以消除后顾之忧，同时也是告诉台湾，美国的小妾我们敢打，你台湾可就更没有名分。好，关于日美在日本西南诸岛建立基地到底有什么样的威胁，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